好吃哎，肉也完全烂了，皮很 Q， 然后那个油脂已经完全吃进那个糖跟酱油的味道，完全不腻，很好。其实我从小到大，在饮食的记忆，我觉得有2个很重要的人，当然就是一个是我父亲，一个是我母亲。对，那我记得小时候在我们家对面的巷子里面，有一家很小很小的面摊，然后它的墙壁的壁纸都是用报纸贴的，然后破破旧旧的，然后都已经泛黄了一整家店。那一家店它没有招牌。但是我们小时候都叫它阿田面，你会觉得那些壁纸都已经有点在滴油的感觉。对，那我觉得那是一个我从小的对一碗面的一个记忆。那家面店什么都没有，它就只卖一碗面，它就什么也没有菜单。那我记得小时候我就很爱吃那一碗很简单的，我们台湾叫阳春面。长大了，我跟我爸还常常会回去那个地方吃那个面，因为我妈妈她很会做菜。我记得我的便当都是我们班同学最期待的，就是每天我只要一到中午放饭的时候，所有的同学都会围在我的旁边看我今天带了什么。我印象最深刻是我妈以前会做三明治给我带去学校，然后三明治她会用那个铝箔纸把它包起来，然后到中午放饭的时候把便当打开，里面是一个铝箔纸，打开里面是三明治的时候，所有小朋友是哇，这是一个太空包的概念，是一个好像太空来的食物，是很惊艳的。然后我那时候还要把一个三明治小三明治切了好多块，然后分其他的小朋友吃这样。其实我很喜欢吃台湾的卤肉，对，然后台湾的卤肉有很多种。有的是切的比较大块的，那一种我们台湾叫控肉，然后它就是一大块的猪脚肉，然后下去卤味，然后很提味，然后那个卤汁可以拌一点饭。那也有另外一种卤肉是把3层肉都剁碎了，然后变成很碎的卤肉，然后下去。在一个大锅子里面卤很久的时间，然后它直接咬的这个肉汁，嚼的这个肉，然后拌饭。那我觉得台湾的卤肉很特别的是，它会粘嘴，因为它有很多的胶质，它有在卤的过程当中它有加了糖，所以我觉得台湾的料理相对内地它会稍微有一点甜，对，因为毕竟是南方的料理，所以它会有一点甜。那我觉得那种黏嘴的感觉，给我感觉是我最喜欢的。基本上只要是正常的食物，我没有不吃的。对，常常很多人可能会，可能国外的人很怕臭豆腐，可能有些人很怕榴莲，或者是有些人不敢吃苦瓜、茄子啊、南瓜这一类的，但这些东西都是我很爱吃的。所以我目前还没有找到我不太敢吃的东西，可能目前觉得最可怕的东西大概就是豆汁。其实我是一个非常爱吃的人，对，然后我常跟人家讲说，如果今天我要花很多的钱买一件衣服，或者是买一个手表，或者是买一个什么东西，我可能还会犹豫个2、3次，但如果今天是为了吃，就是我会完全不计任何的，除非我碰到了一个角色，他需要我的身形的达到某一种状况，也许是很瘦，也许是很壮，也许是什么样，我可能会在我的饮食上控制，因为我自己平常是一个还蛮好动的人，又爱运动，我自己也爱去冲浪，我也跑步、骑脚踏车，所以我在吃这方面就不太忌口。我虽然很爱吃，然后也喜欢吃好吃的东西，可是我觉得我的饮食习惯还是属于蛮健康的。那我反而是，每天的晚餐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就是说，我觉得一天很辛苦的工作，一定要有一顿很丰盛的晚餐。那不管任何类型，
其实我是很爱吃辣的人，但是我是不太能吃辣的，就是我只需要一点点辣，我就会流汗的。我甚至最夸张的是有一次，我跟朋友买了麻辣锅要回家，在我们家里吃，这样，我只是在家，我把那个袋子打开，我闻到那个麻辣锅的味道，我就流汗。我现在光是讲辣，我现在头这边都有点痒痒的，你知道吗？就是会有点那个感觉。我觉得这个跟惊悚片给我感觉是很像的，对，因为我其实是很不敢看恐怖片的，但是每一次只要是有什么很可怕的鬼片的预告要出来，我都会把我的公司同事就会拉来我旁边，说：“我现在有一个很恐怖的预告，我们大家一起看。”但是我一定会选在白天，然后我就会用而且我还不敢用我自己的手机，我会用别人的手机点开那个东西，然后我放很远，我说：“你们看一下，然后我就是躲得很远的看那个恐怖片的预告。鼎泰丰吧，我相信在内地也有很多人都吃过鼎泰丰，但是我觉得如果有机会去台湾的时候，真的要去一下鼎泰丰的总店。我吃来吃去，我还是会觉得总店的东西跟其他店是不一样的。当然，小笼包是一定会点的嘛。然后我觉得它的菜包也非常棒。那它的小菜，就是它有一盘小菜，它的名字就叫做小菜。对，它里面有豆干丝、海带芽，有粉丝，然后综合切在里面。然后它的拍黄瓜也很棒。那我觉得全部吃完以后，我一定会点它一笼那个豆沙小包，就是一个甜点。我觉得最后的那个甜点配它的茶做一个收尾是很棒的。我自己平常偶尔会下厨，对，因为我们家是开餐厅的，那家里面开餐厅的小孩真的下厨的机会就比较少，因为我就很常就在我们家餐厅就吃饭这样。那但是我以前高中的时候在学校学的是餐饮做菜啊，所以我对厨房或者是对一些做菜的东西不陌生。我基本上我只要有的时候在电视上看一些做菜的节目，我看一次我如果今天想做，我看一次我就可以把那道菜做出来，或者是人家跟我讲，那道菜怎么做啊，等一下加多少水，多少酱油，然后炒多少时间，什么油是怎么样，什么，我只要听一遍，我的概念大概就可以把它做出来，这样。我觉得用食物来形容我自己，就我自己最爱吃的卤肉饭吧。对，我觉得卤肉饭是需要很长时间去熬煮的。那我觉得我们的工作都是需要花到很长的时间去慢慢的体会自己的生活。卤肉饭它看起来，你可以说它黑黑的，但是也有人会觉得它是一个很美的一个光泽，它可以配合你的白饭，就是一个很无聊的生活。我觉得它也可以很代表我，很代表一个从小在台湾长大的小孩的一个样子。